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人我行天下。今天接着分享我们5月份春游西班牙的干货。这次去的是瓦伦西亚、巴塞罗那和北部山区的一些稍微小众的地方。北部山区上一集介绍过了，没看过的同学可以点上面的链接。今天要说的是巴塞罗那西北的圣山蒙塞拉特山。看过我们的巴塞罗那周边一日游的视频的同学，可能记得这个地方。这座山和山上的修道院在西班牙，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，比不上国内五台山、普陀山的级别吧，但基本相当于九华山、峨眉山这样的存在。很多人到蒙塞拉特山就是来看一看那个1200多年的修道院，再朝圣一下黑圣母。黑圣母是个圣母玛利亚的木雕，因为据说圣母玛利亚在这里显过灵，是加泰罗尼亚的守护圣女。因为多年的氧化，圣母的脸比较黑，所以被亲切地称为黑圣母。参观修道院的教堂和黑圣母都要买票，最好是在网上先买好，尤其是旺季。黑圣母要按预定的时间进去，参观教堂时间自由。很多朋友去蒙塞拉特山都是从巴塞罗那坐火车过去，但是我们这次是开车过去的，因为我们就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叫 Monistro 的小镇子的民宿里。后来发现住得近，好处很多。我们那天订的是早上第一批8点半参观黑圣母的票，因为网上都说看黑圣母要排长队，我们8点10分就已经兴冲冲地开到了修道院旁边的停车场。结果修道院教堂的进口没有什么指示牌，花了点时间才找到。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停车场、修道院和其他主要设施的位置。我们走到教堂门口，8点半不到，什么长队一个人都没有，连检票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来，所以我们直接就一路走到了供着黑圣母的神龛前面。黑圣母其实不是很大，感觉比咱们大庙里的佛像们亲民很多，但也挺庄重神圣，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。据说摸了这个黑圣母手上的金球会有好运气，所以我们都好好摸了一番。黑圣母正对的就是修道院的主教堂，自然也很庄严肃穆。黑圣母后面还有个小礼拜堂，很安静，是给信徒们在这里祷告、沉思和圣母心灵共通的地方。礼拜堂外面是一溜朝圣的人们点的祈福的蜡烛。到这里就已经绕着主教堂走了一圈了，最后可以看看这个教堂的前庭和正门，然后进到教堂里面参观。前庭地面中央是一幅彩色马赛克星图，象征着宇宙与神性。正门上方是耶稣的12门徒的雕像。朝圣黑圣母和参观教堂，我们一共其实就花了1个小时左右，就是因为去得早，没有很多游人。但是如果是从巴塞罗那坐火车，再坐缆车或者齿轨火车上来，最起码到10点多了，那时候人可就多了，可能真的要排长队。修道院还有一个历史很久的少年合唱团，每天下午1点钟有表演。我们决定不等合唱团了，还不如去走步道看山景。蒙塞拉特山上的步道很多，我们先是趁着人少，走去了圣米盖尔十字架。这个步道不长，晃着走30分钟就到了，又不累，一路风景又好。十字架在一个山脊的突出的岩石上，视野非常好。往左看是修道院的全景，早晨的阳光照着修道院和背景的高山。往北看是山下一片祥和的山谷和小村。往东可以一直看到巴塞罗那城西北的迪比拉波山。从十字架接着往山上走，还可以走到一个小教堂，我们决定不走了，
回到修道院附近坐缆车再上山，去爬蒙塞拉特山的最高峰圣杰罗姆峰。爬圣杰罗姆峰一般都要先坐这个圣若望缆车，能省个1个小时时间。当然也有体力好的，可以从山下 Monistro 小镇一直走到山顶，就不提了。从缆车站出来，可以先到旁边的观景台看一下，俯瞰修道院，不错的风景。注意去山顶的步道是往右边走的，因为还有去山上其他地方的步道。这里一个重要信息，千万不要相信官方路线图上预估的2个小时来回的时间，否则走到中途你会很绝望。我们的亲身血泪体验，光是上山单程就走了1个小时40多分钟。不过只要期望值调整好，这个步道也并不是非常难走，基本上就是绕着山腰转，就是最后一段有个很多台阶的爬升。蒙塞拉特山怎么说呢？本身不是太上相，长得怪了吧唧的一些大石头，有点像希腊天空之城的岩石山。不过毕竟人在高处，看风景还是不错的。尤其是爬上1236米的山顶，那真是360度的全景。东边望，远处是巴塞罗那和地中海；北边眺望的是比利牛斯山脉。西边是辽阔的高原，南边是蒙萨拉特经典的刀劈斧凿的奇岩怪石。好不容易大汗淋漓地爬上来，我们在上面看饱了山景才下山。下山到底比上山快，1个小时多一点就回到了圣若望缆车站。下来以后，我们一致觉得，如果时间和体力有限，其实可以只走那个圣米格尔十字架步道就好了，性价比最高。年轻一点的可以考虑走这个顶峰步道。步道走累了，修道院附近有不少餐馆、咖啡厅。我们是去了那个经典的自助餐，20欧一位，吃的东西倒没啥特别，不过连啤酒、红酒都免费，在这样的景点非常良心了。其实光是这个餐厅自带的山景就不止这个价钱了。餐厅旁边就是这个网红打卡点天堂之梯，其实就是个石灰石做的雕塑。这个作品的作者其实挺有名的，巴塞罗那圣家堂的受难立面也有很多他的手笔。前几年爬上去照相的人太多了，现在这个雕塑给围起来不让爬了。最后给大家看看我们在 Monistro 小镇的民宿吧。这个民宿可是我们这次春游的亮点之一，就在山脚下，景色好又方便。而且因为离得近，一大早就可以趁游人少上山，非常安静，又可以省掉排队时间。下午逛累了，十几分钟就开车回到民宿，然后就可以在阳台上喝着小酒看山景了。小镇本身也很可爱，典型的西班牙小城，古老又文艺的感觉。从小镇开车去加特罗尼亚其他好玩的地方，比如塔拉戈纳、滨海托萨、赫罗纳等等，和从巴塞罗那走距离差不多，但住在这里比巴塞罗那可是清静多了。所以大家如果自驾没问题，可以考虑省掉火车和缆车的时间，住在这个小镇玩蒙塞拉特山。如果您是从巴塞罗那坐火车过来，那就是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广场火车站坐 R5 线，到了以后上山可以坐直轨火车或者缆车。注意火车过来是不同的站，别搞错了。另外买票的时候有各种组合，往返火车票、缆车或直轨火车的票等等。那个自助餐都有组合票包括，可以比较一下看看哪个合适。好了，这次蒙塞拉特圣山一游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你喜欢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